那我们今天又是久违的摄影师群像，已经不知道是一集一会，对，EP 多少啊？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是多少了。反正好啦，那我们今天是直接请小黑来。其实之前有几集都是小黑做的企划，只是因为小黑有时候讲话太危险了，所以我一直不敢让小黑坐在这边讲太多话。再出来试探一下，这一集之后又不再出现。你万一这一集讲完还是乱七八糟，我就再把你冷冻起来。好了，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摄影师就是前田正治。前田正治，然后前田正治最为人知的摄影机就是他们家的照片，就是拍摄全家福的照片。对。那你搜寻浅田家的话，现在会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他的摄影机，一个就是在前几年有部电影。电影其实是在2020年上映，就是今年。哦，就是今年上映，今年，因为台湾没有在台湾没有上映，台湾没有上映嘛，所以才刚上映完。对。然后网络上的话没有什么影评，因为台湾没有上映。对，台湾没有上映，所以你用中文搜寻的话看不太到，只能看到预告片。对，只能看到，而且好像没有字幕吧，我记得。对，没有字幕。好，那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田田正治这个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田田正治？他爸爸其实也是从事摄影师，或是兴趣就是摄影师，所以他从小就喜欢拍照，耳濡目染。对，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每年过年的时候，他爸爸会带他们去一个地方，然后来拍贺年卡。贺岁寄给亲戚的那种东西。对，他们家的内部的比赛就是前田家的贺年卡拍摄大赛。哦，所以他爸爸在他小时候其实就有，对，就有。所以他早让他启蒙。等于说他跟他哥哥很小其实就有接触过摄影这个东西。对。他是1978年生，1979年生。我们支援一下数学，1979年生，现在几岁？41。Final answer？没有工程计算机，没有工程计算机，没有办法做这种复杂的运算。然后41岁，对，所以小时候应该就底片时代了。对，一定。没有，我算一下嘛，说不定他，你觉得说不定他看起来很年轻，但他看起来是那种都很有活力，那年纪啊，对。所以他是因为小时候父亲的关系，所以去写真学校。对，但是他在写生学校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拍摄，就是没有想要拍照，没有想要以拍照为生。但是他有刺青。对。我有看到那个部分。你有看到那个在刺青吗？没有那个，他是不是因为觉得 rocker 很酷还是什么？就是他一开始那段时间他想搞乐团对，然后他就看到他搞乐团朋友都有刺青，对，所以我就跟风，我要刺，对，帅，我要刺。然后呢，就是念完书回到家之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只有2种刺青，然后家人傻眼这样子，很酷，我觉得蛮酷的，酷。然后他就在家就是也是待了一阵子，然后之后觉得不行，我还是要拍照。是因为再不做点什么的话，对，就变尼特族了吧？对，然后还好至少有拍照。他第一本写就花了7年的时间。就是前田家嘛，就是因为你要在日本要出版一个摄影集的话，你要去提案，就是去出版社提案，其实大部分出版社都拒绝，就觉得你拍全家福这种题材，我帮你出你家的全家福，我会卖钱嘛，对。然后只有那个刺字社的老板娘是答应他，然后就推出了，对，就推出，而且他觉得那个很妙的是，就刺字老板娘是很容易，他会就是说我会有意愿帮你出，但是不代表他真的会帮你出，就是他会给你2-3年的时间，我看你到底还能磨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做到什么程度，然后最后会帮你推出，然后就在2009年的时候就拿了木村兵卫奖，基本上拿了这个奖。就是你可以说自己是摄影师，对，所以我们都还不行。对，你是为什么认识前田正治？我是在2年前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地方有演讲，就是刚好刺社的总编辑带了他们的底下的一些摄影师来台湾做一些宣传他们的摄影机跟演讲，然后那时候有听到前田正治的一些演讲这样子，然后就留下蛮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人格魅力。PPT 上面有讨论过他的东西，就是说，大家底下留言说这个，因为他拍摄很多地方很特别，就是比如说在消防局，或在看起来像黑道大哥家门口，极道对，极道系列，然后大家就会讨论说，那个一定是花钱去拍出来的，但其实他自己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说他其实都是没有，就是硬着头皮。就厚着脸皮去接。对，他
我最早认识他其实就是我忘记是在成品还是在日本的，反正就是书店。反正书店一看到那个封面，我就马上就打开翻，蛮吸眼球的。一开始以为是你知道，就是找了几个 model，然后呢就是 cosplay 成各种样子，消防员啊，然后什么超级战队啊，然后就是刚刚讲黑道嘛，然后还有拉面店店员，对，就是他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那时候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就记得这个名字。然后回来之后搜寻，都发现的是他们全家，包括他本人。你没有觉得那几个妈都很眼熟？对，没有，我以为他就是找一群人来演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呢叫做前田家，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就是他们自己家。所以我又回去再重新看了一次那个摄影机之后，第二次看的时候感觉跟第一次差非常的多。上次有跟小艾聊到，就是全家福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家里有相机，或者是还没有相机的时候会请人家来拍。现在是不是渐渐比较少了？以前应该都会有带去相馆，对，带去相馆拍，或者请摄影师到家里，对，就是大家在家门口坐好拍张全家福合照。我们自己在拍婚礼记录，所以我们也对合照这个东西很敏感，就是你在拍婚礼的过程中一定会拍合照，然后一定会记得要拍家族的合照，就是把家族合照这件事情把它做到很狂。对，他丢一个新的概念出来，就是他有讲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想要创造一个东西叫做像纪念日一样，他最早的作品是来自于就是他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给他一门作业，就是要用一张照片来代表你，然后他就把它延伸想说，那如果说这个是我死之前的最后一组作品或最后一张照片，我想拍什么？他一开始其实这整个作品的最初的第一章啊，应该是来自于他要重现一个记忆，就他小时候的时候，他们家刚好就是有一连串不幸的巧合，然后他跟他哥哥还有他爸爸，就是同时住院，对，同时一起住院，是一起全家开车出车祸。不知道，他没有详细，反正他就是反正3个人一起住院，对，一起住院，他印象很深刻，而且是他们家对这个事件印象都很深刻。正常人都很印象深刻吧？对，所以全家一起住院，谁不会？他很想要重现那个大家有印象深刻的一个，算是一个纪念日。所以那是他们第一次拍这样子的照片，应该就是第一次，对，那个作业。他是重现，对，他重现，所以他就让他妈妈扮了护士，对，然后他跟他哥还有他爸爸全部都绑着绷带，然后坐在那里。OK， 对，然后所以那张照片是为了重现了那个时候在医院的那个。对他来说那是他的家庭纪念日，没错，一个很重要的 moment，然后整个家庭都知道这件事情。了解。对，然后后来他就慢慢延伸说，他要创造出很多个家庭的纪念日这样子。比如说一起假扮成消防员，对，或者是什么纪念日，对，或者是超人啊之类的。我觉得那本摄影集非常值得看，现在木上也买得到，然后书店应该大的书店成品流通量算是很高的。对，那一本摄影集算是非常好找的，然后价格我记得也还好。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买，我很值得推荐，因为自社的摄影机好像普遍价格都不会高太高，就是它有一些就是很日本啊，那个夕阳的那个啦啦队，就是大家只有剪影在奔跑的那个，还有拉面店那一张我很喜欢，就是它有几张我都觉得很酷，极道那张也很酷，极道那张对，然后它的那个门牌我印象很深刻，它门牌上有挂赤田，对，我还想说他们家吗？对，但应该不是啦，应该不是。那部电影啊，就是前年家的电影，其实讲的不只是他。我一开始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我以为他是要在讲那个生平，他的生平不是，是在讲他创作那一系列家族照的，就是他们家，我以为他们主要在讲他们家族照的部分，但后来其实好像不是，对，好像是在讲主要的就是3.1日本大地震之后的事情，对，因为他那也算是一个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事情，他有中间我不知道这样算暴雷吗？就中间因为台湾更没上映。那如果你怕电影爆雷的话，如果你真的很想看，你不想被爆雷的话，那就可是你也只看过预告不是吗？但是我去查，因为要做影片，所以我可以查。那就从这边开始，好，你就不要看了，好不好？那你就下次影片见，拜拜。对，可以继续看下去啦，因为算一点点，就是不过他讲应该会全部讲出来，所以你自己斟酌了，好不好？好，就3.1大地震，它的剧情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假，就是它的一段剧情可能是就是3.1大地震不是很多人去世嘛，然后有个小女孩的双亲都去世，然后那个小女孩想要前田帮她拍全家福，是预告里的那个小女孩吗？对，我不太想听，我就要哭了，就是她想帮她拍全家福，
可是你要怎么去重现？嗯你要怎么去重现一个已经没有上镜小女孩的全家福？哇天哪！身为一个摄影师，听到这个要求，而且他是一个拍全家福的摄影师，我觉得更有感，那个大概是好几倍的感觉。对，然后所以他想到的办法就是他真的去找了那个在那些失误的照片，然后想要把那些照片物归原主，物归原主，对，想把透过他拍，可能是翻拍那一张全家福的照片，然后想把这照片再可以发到需要，就是回归到他应该会去的地方，对，他就去在那些地方去找那些照片，然后所以他是在灾难的现场去找那些残骸的东西，对。然后我记得他的那一个部分有出一本摄影集，对不对？对，他那一本叫做什么？叫做我看一下这个相簿的力量。哦，对，相簿的力量。对，他就是收集了当时在3.1大地震的时候，对。他那个还有除了那个，好像还有拍摄，就是那些义务帮忙的义工。然后整个东西，对，整个东西弄成了一个摄影机，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我相信对日本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纪念照这个东西，大家很容易就会把它当成是很随意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现在手机大家都有，拿起来就拍一张合照，那拿起来就怎么样？其实我们频道到现在为止，每一次出去出外景，我都会帮大家拍合照。其实一部分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历程，然后我想要在这个历程中留下些什么。就是我们上次去那个动物园，然后看到一群王美在，我觉得不是。他们配色，这个那个真的是做的很精实，我们真的是太弱了。对啊，不知道你们对于那个像这样子前年家的这些纪念照有没有什么想法？对，我觉得那个问题，我觉得我有点想问，就是观众大家，就是说前年政治他被老师问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做你人生中最后一个作品，最后一个摄影作品或者最后一张照片的话，你会想拍什么？那这个就当做对你的问题。那如果你今天可以下方留言啊，对，就是大家可以留言了，因为不可能现在马上拍个什么东西出来。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如果你有想过的话，或者是如果你没有想过的话，你可以想想看，然后跟我们分享。大家都知道，摄影师群像这个系列啊，它非常特别，就是它的每次敲碗的程度都最高，就一堆人会留言或私信说，什么时候做下一次？大家是不是都先按 like， 然后说以后再看？然后点阅率都超差哦，所以我们都相信这个系列呢，就是真的很喜欢摄影、很小众的人才会看。那些喜欢看我们讲干话跟就是出去做一些摆烂的事情的，应该都不会看这支影片。那所以我相信大家会先按 like， 然后说以后再看。我觉得我很感谢那个 like 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不看的话，按 like 就出去。好了，那如果我相信就是会看到这边的人，应该都是真的有在玩摄影的人。那我觉得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下方留言提出我的看法，就大家有机会的话，也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好，就这样，谢谢大家，下次见，拜。